他除了是大家都知道的羽坛一哥之外，现在他还多了一个名称，叫做抗癌斗士 （Cancer Survival）。那其实钟伟，你当初是怎么样发现到，你患上了癌症？那时的时候，我知道的时候是在印尼公开赛，在星期五的时候早上，突然间我这边肿了，淋巴就不能转。然后我就给我的就是队医吧，我的 physio 看，然后他说有可能是人太累了，因为那时候我也是跟他们讲我很累，跟教练跟我 physio 讲很累。然后飞回去的时候，就教练说你休息1个星期吧。那时已经很不舒服了。没有啊，就是不能转而已，没有什么不舒服，就人很累啦。比赛肯定正常，因为那次马来西亚公开赛打了打了决赛的时候，就隔天就飞去印尼了嘛，然后就休息，星期一、星期二。然后到星期三的时候，觉得在家好无聊啊，就拿着拍套就去训练了。回来了就自己驾车，我摸摸我的颈，为什么还没有消肿？因为平时我们会熬到脚啊，熬到手啊，可能是2-3天就消肿嘛。我就回来跟我老婆说，老婆我这边还肿，她说明天你跟教练讲，你不用练，我带你去医院就是去检查。明天我就跟老婆去检查了，检查好过后就突然间那个医生讲你坐这，我给你擦你的鼻子，然后就说你看你的鼻子后面生一块肉哦，生到很美的哦，没有我帮你拿去验呐，拿出来拿去验好吗？我就OK 啊，好啊，就拿去验咯。然后隔天，那时有怀疑过吗？没有，我就不知道没有什么，然后我就没有管咯，没有管。然后星期一我又在开始训练嘛，就一个星期了嘛，就开始训练。星期一就去训练，练到很累，我就回来了。11点我回到家，然后妈妈就煮，然后就讲我吃饭咯。我老婆就回来载孩子，我就吃。然后我讲我上去休息先啊，我等下午还要训练嘛。我就上去冲凉睡觉，睡醒的时候我就开手机，我就看 CCTV，我就看到我老婆坐在客厅，她爸爸妈妈坐在这边了。那我就觉得应该是不好的成绩啦，我觉得啦，在我心里的感觉，就没有管冲凉，拿着拍刀下来咯，就问第一句，老婆那个医生有没有给你成绩？我老婆就哭了，然后哭我就知道不好的成绩咯，然后我就整个包就跌下来了，我就自己哭咯，为什么会选到我？然后就哭，然后就走上去楼上跟妈妈讲，妈妈就抱着我哭，然后就坐在楼梯口也不能做什么，然后就打起电话打给我的教练，打给叶成煌就讲教练你可以来我的家嘛，然后坐着他来，我就第一句跟他讲我中这个病情，他整个人傻了，不懂要讲话了，不会跟我讲话了，然后我的老婆就讲然后我们明天还要去见多一个医生，看他讲什么。我想打岔一下，就是你怎么可以那么坚强，还可以去处理那么多事情？你当下的情绪，你当下的心情？其实很低落啦，很低落，每天都会哭啊什么啊，然后，但是我觉得哭也没有用啊，但是还是要开始去了解怎样去治疗什么，没有可能你坐着治疗不做，等什么等死人。我跟我老婆没有可能嘛，然后我就第一时间哭也没有用，然后肯定是伤心是肯定啦，吃东西都没有什么胃口这样做的，然后就跟我老婆说明天我们就见那个医生咯，看医生讲什么要怎样开始治疗，然后做的静静没有出声，然后医生就讲 OK 你现在还没有做 MRI scan， 你要做 PET scan 这2个咯，我说好，然后就说其实可以做啊，我就第一个时间问他，他就讲今天晚上咯，因为现在医院很多人，因为我们就不敢给人家知道先嘛，公开先嘛，然后 OK 咯，晚上就像小偷这样跑去医院，有人吗？跑进去里面要做 MRI scan 就回来咯，然后明天8点半医院又开嘛，他叫我7点就到那边又在做 PET scan 咯，医生跟我讲是你在鼻咽癌之中这边，就是在上半部这边就很好去治疗，他就怕我会 split， 就跑去别位，我那个就是一个给我吓到我的手都在抖了，他跟我讲的时候我就没有听着他讲我没有打他，就是我老婆一路在讲跟我哥哥，我就那个晚上真的整个晚上我都没有睡不着，就等了过后就去医院7点，然后那个医生就跟我讲有好有不好，我整个人就坐下来又在发抖，就看到我老婆就没有出声咯。世界第一的羽球选手，当下的心情还是很难然后我就平静自己的，不能平静啊，一路看我老婆，然后医生第一个就讲，我先讲不好的先了，我说好，他讲不好的你的后面的腰已经断了我就讲我知道了那个，因为我们运动员来说，我们后面的就是
的骨就是 L3 跟 L4、L5那边会受伤，人肯定会裂一点点，很正常的。那个我就运动受伤，松一口气了。然后第二个他就讲好的啊，就到这边罢了。哇，我就松一口气了啦。过后的时候就OK 了，然后就安排我说你要去做什么东西啊，就开始要去 scan 你的牙齿，然后开始治疗几时咯。那我就回去我的牙医那边，我就跟医生我要补牙齿，补1年了。他就看着我，补1年。就是要确保就是不会再有这个对，然后因为我每次以前去做牙齿就躺着，他就跟我做完没有问什么我要补牙补，他要补几时就补，就没有问过讲我要补长久的，他就很奇怪那个医生，我老婆就跟那个医生讲，其实我老公中了鼻炎了，他整个人傻了，因为那个医生跟我很好的，然后他第一个时间就问我，你去那里治疗？然后我老婆说我们下个星期3就要开始去苏邦治疗啊，什么什么什么，就跟他说咯。他就说为什么你不去台湾呢？然后我说医生我不懂。他说我不认识了医生。他讲等下你看完牙齿你回去你快快发你的 report 给我。他就发去台湾。当时的时候是星期6，到星期天他就发回来给我。他讲那个医生说你这个病情是在台湾就像你们马来西亚感冒这样，就是这么普通就在台湾很普通。所以也是机缘巧合，就是因为你的牙医，所以你才去到台湾接受治疗。对，然后去的时候他就给我治疗那个全部的计划什么了，他们就一个团队，应该有6、7个医生吧，然后在台湾那边。对，就坐着跟我聊，然后他们讲那个医生就讲到他很有 confidence， 就是说这个病情对我们来说很小儿科罢了，在台湾。然后最后的时候我就说好吧，我跟我老公说，我决定留在台湾治疗。然后那时我老婆就问很多advice， 就是我做的那个机器就亚洲只有4个国家有，就是说台湾、中国、日本跟韩国。韩国、日本我们不能去，是因为沟通的问题嘛。然后去中国，我觉得就比较麻烦一点。然后我去了台湾会比较好一些。其实大家可以看到，就是宗纬现在诉说他整个生病的过程是有一点云淡风轻的，很积极的面对。但是当下我在台湾去探望他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他连吃东西都吃不到的。对，因为我这边全部都是人家说破了吧？他当时就是连吃东西、喝粥都吃不到，需要喷一些麻痹药，所以才很勉强把粥吞下去。所以，就是吃不了任何固体的食物，他妈妈只能泡牛奶给我喝，然后因为你必须要保持你的这个体重，你才能继续接受治疗。对，因为体重不可以一路下降，然后要保持那个体重呢，跟就是那个体力嘛。讲到最后那个体力，其实看到很简单，就每一天去25分钟，再躺着治疗。过后的时候回去的时候，觉得整身人就发软啊，没有力啊，就想躺着睡觉的。所以那个阶段你是怎么样撑过去？那阶段6个星期我觉得还好，因为为什么每个星期都有羽毛球比赛，然后能就是在电视机看队友打啊，还是看别的国家的队友打，我觉得那个时间会过得比较快一点。就是还是讲到一个羽毛球就陪到我过这段的时间。所以你生病之后，你最大的领悟是什么啊？中这个病情来说，我觉得思想肯定会改变了。不管是什么，觉得什么都不重要，健康最重要吧，我觉得。然后我觉得现在的时间对我来说，我会多一点时间陪家人啊，然后有时间会多一点陪小孩。其实羽毛球来说，想打下去的是因为想追求自己的梦想。在我这个1年半是真的能打，就这个1年半能追上奥运会，去享受每一场的比赛吧。对。李宗纬肯定是我们这一辈人的集体共同的记忆了。讲到李宗纬，就是我们这一辈人最熟悉的一个名字。那如果你觉得李宗纬这个人他今天不打羽毛球的话，你觉得他会做什么呢？最重要还是想做，比如会比较多做那种慈善啊。然后我也是自己计划了自己的李宗纬的基金会，能更多帮助更多的困难的人吧。
有一件事情很想就是在节目中透露一点，就是我曾经就是有一个朋友就是有需要一笔钱，他的孩子需要动手术，然后我就有去拜托李宗伟，然后他这个人就是做善事真的是不张扬。我问他要放什么名字，他说你就不用放了，就放无名氏就好了。就从这一点真的是很佩服你的整个精神。其实为什么你会选择这么低调呢？其实不多人知道李宗伟 Foundation。那其实怎么说呢？因为有的人会说好的，有人会说不好的。因为世界上没有每一个人都会喜欢你。因为像我们羽毛球运动员，在你胜的时候，人家会捧你上天；在你输的时候，人家会踩你下地。就是你要去接受，也要去享受吧。我觉得这个还是最重要的。那宗伟，你刚刚有说到，就是当你赢球的时候啊，大家会赞你3天啊；当你一输球还是什么时候，大家就会把你骂得一文不值。其实你这些年来，你都是怎么样看待这一些褒也好、贬也好的一些？自从我上来的时候，我都很少去看报纸。过后的时候，就这个 Facebook， 我真的很少去看。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去理人家在说我好还是不好。有时候我出去像走街啊，人家都会看到，李宗伟你好，你好安哥，为什么你每次输给林丹的？然后我就说安哥，是了，我每次输给林丹，我只能笑笑的跟他说，就是说我也是想胜啊，但是我下一个比赛做我最大努力去拼啊。OK， 我就走了。我们也不能说安哥为什么你这样讲话了？但是不能说我们只能要接受，因为什么？我们真的是输给林丹，但是我们不是一辈子都输给他，我们有胜有负。有胜有负啊。如果你今天是记者的话，你会问你自己什么问题？应该我会问他为什么你会选羽毛球。李宗伟会问李宗伟为什么会选择羽毛球？对呀，OK， 肯定是问他为什么你会选羽毛球嘛？问回去我自己啊，现在。那你觉得李宗伟会怎么回答？我觉得啊，因为以前我玩很多运动了，其实有玩篮球啊，足球啊，手球啊，赛跑啊，就是我有那种运动细胞的。然后那时候我打篮球打到州了，就是代表槟城 State 的，然后篮球中手就选到这2个选一个，就是我爸爸影响我，就选了羽毛球，因为爸爸比较喜欢羽毛球。那时还有一个就是羽毛球也是我们的国球，然后爸爸讲你就打羽毛球比较好，然后就选了羽毛球。今天呢，就非常感谢我们大毛羽坛一哥李宗伟上到传召大人物接受采访，谢谢你，谢谢。